嗨，大家好，我是 Noli。今天影片想分享我是如何以一名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国际学生，在这个惨淡几乎不怎么给 sponsorship 的美国 CS 求职市场，靠写好履历拿到多家公司的面试机会，甚至是 HR 的主动 reach out。我自己从大一开始就在写履历了，期间有参加过不同的求职 program， 也因此有接受过不同外商公司的 HR 提供的直接的履历训练。我大学读的是金融系，在台湾第一份工作是资料分析，能在转码的第一年就找到实习，我相信有一定的运气，但也有很多是努力的痕迹。那在拍这个影片之前，我其实有在 Medium 写过相关的求职分享，其中有关于履历撰写的文章一直很受到大家欢迎，也陆续帮助了很多人，让我有这个信心可以来拍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写履历秘籍。那这边强调一下，履历的写法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写法是对的，你就是对的。OK， 首先身为转领域的学生，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太短，但是要学的东西太多。然而如果我们能知道在美国找 software engineer 实习的时间线大概长怎样，是有机会冲刺上岸的。以我当初申请 Amazon 的时间为例，我是在2023年的8月投下我的履历，同年的12月才收到第一阶段 online assessment 的邀请，然后隔年的2月才真的有 final round 的面试。从履历到真的面试中间隔了整整的半年，完全有时间去做合理的规划。我的建议是在投履历的时候，可以先把未来要学的东西写上去。这个做法我称为履历上的借贷。借贷跟造假是不一样的。造假指的是你完全没做过，但是你写在履历上，这是一个完全不诚实的行为。但履历贷款的概念是你先把这个技能写上去，并且承诺你在面试之前会把这个技能给学习 pick up上。这样做有2个好处，首先你可以立刻增加你履历的关键字匹配度，不会因为你比人家晚学一步就错失面试的机会。再来，你会被迫在有时间压力的期限下要赶快把这些东西补齐，这种学习效果通常会比等我需要了再来学扎实很多。那重点在于诚信，不要去写你完全没有规划要去学的东西。但如果你有决心要补齐，我觉得这种履历的借贷不只合理，还可以帮你创造更多机会。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在开学前用了哪些策略让我的履历可以被捞起来。那首先，一份 software engineer 的履历大概就是分成几个部分，包含说 header、education、skills、work experience 还有 project。 header 通常放的就是名字、电话、email 还有作品集。以 software engineer 的求职者来说， GitHub 一定要放，但是在放之前麻烦大家整理一下，比方说不要是空白的，不要有中文叙述，不要写一些会扣分的字界，比方说 I'm a girl who wants to learn CS。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整理，我会放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连结，大家可以看看，然后多看几个，应该就会有 sense 怎么写自己的 GitHub 字界了。除此之外，如果你不需要 sponsor， 你是 US citizen， 你完全可以把这一点写在 header section。 虽然我没有实际的数据去 support， 但我觉得在这个你知道鼓励收美国人的市场，应该是会有加分的效果。接下来我们来讨论 education。 很多人会辩论说 education 到底放在履历的上面还是下面。那以完全没有美国经验要找实习还有 new grad 职位的人来说，我的建议是肯定放在最上面，因为这是你唯一和美国有的连结了。有些人可能会说学历又不重要，你知道我以前上个 bootcamp 或是拿个证书就可以找到大厂实习了。时代变了，姐妹们。以我自己实习的经验，我这一区的 intern 学校的 CS ranking 都是在 top 20， 所以如果你的学校也是 target 所，你更要把 education 放在履历的最上面，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拿到更多的面试机会。那 education 的部分，硕士学历除了列出我的系名、我的预计毕业时间，我还放了我的修课，重点就是希望可以过一些 ATS 系统的关键字筛选。那 ATS 系统是什么呢？ ATS 全名叫做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中文大概可以理解成履历筛选系统。只要你投履历，系统就会自动把你放进资料库里，人资要是手动打开某个职缺来看，就能在里面看到你的申请。那为什么这么普及呢？因为现在随便一个职缺一开就是上千个 applicants， 如果没有 ATS 的帮忙， HR 根本看不完。不只是大公司，就是我有聊过的几家小型新创公司也都是用 ATS 在筛人。那 ATS 怎么影响我们的履历写法呢？重点就是关键字。我这边特别把课名列上去，就是想在自然的情况下带到一些关键字，比方说 software development 和 computer systems。 那虽然现在有些系统可能会用 AI 去做语义理解，但大部分还是 keyword matching 以及人工审核。
台湾学历的部分，其实我知道和找 CS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放的也是占空间。但是当时开学前嘛，我什么经验都没有，履历实在是太空了，所以我还是放了，然后列上我的 GPA 得过的奖，主要就是想有一个我成绩还不错的印象，代表我学习能力可能很强，就可能现在经验还不够，但是未来有机会赶上。那我知道这边很多人可能会想放当初随班复读的课上的 bootcamp， 还有一些证书。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已经有其他东西可以写，完全可以不用再放，因为你已经更新了你的学历，你现在是美国硕士 CS 学生，就是你有一个更高的 Master degree 在那里，那是你的最强背书。那以当时的我来说，因为我还没有其他经验，所以我还是把 bootcamp 还有证书留在这里撑场面。这边想跟大家特别提一下 Forage 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 big name company 开的不同的 track 可以让你去做学习，通常不到半天就可以做完，能让你在履历上放一些 ATS 可能会喜欢的关键字，同时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些公司的实际业务内容。有兴趣我把链接放资讯栏。小提醒是，这些东西当你之后有实习、有 projects、有 TARA 就可以慢慢从你的履历拿掉。下一个部分我们来讲 skills。一开始我求职履历是没有特别列 skills 的，因为我觉得反正都是 ATS 在筛选，哪有差。久了之后发现其实还是有些公司会人工审核，那人工审核的 HR 会希望你把它一目了然的列出来，列出来后不要放在履历的最下方，就是放在 education 的下面，让他们可以直接看。这些 skills 不只是要列出来，你还要依据你的职涯目标去做分类。比方说你想做后端，你可以列 databases， 你想做前端，你可以列 web development。常常有时候会见到有人写托福几分 GRE 几分，然后你会几种语言，西班牙文，你知道法文 everything， 这些都不重要，我的建议就是都不需要写。那这边很常见到一个误区，就是为了过关键字，我狂放一堆我完全没用过的 skills。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提高履历的配对分数去狂塞技能，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从你的实际经验或是你在课堂上学到的那些技能中，挑出那些可以合理写出去的技能，或者去补充学习产业里面比较有价值的关键字。那怎么分辨哪些技能可以加呢？我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分3层去评估。第一层是简单就能加的，这些其实你背景里面已经有，只是没特别写清楚。比方说你用过但没列出来的工具或平台，像是有用过 SQL 的人，通常都会用过 NoSQL， 但是忘记写。产业常用的 Git， 或者是一些 operating system、Linux、macOS、Windows， 或者是课集中涉及的技术概念。第二层是应该考虑补上的，这些是业界标配，几乎人人都会用到。比方说 relational database、framework、testing， 或者是一些 CI/CD 的工具。那第三层是我建议你只有实际用过才写的高价值关键字，因为如果你没有用过，其实 HR 一问很容易就不要扛。比方说 Kubernetes、Kotlin 还有 Scala，那这些技能，如果你有真的有 hands-on 的经验，放上去会非常的加分。此外，这边比较特别的是，我有放 leadership， 因为我的 target company 一开始就是 Amazon， 然后我知道 Amazon 的灵魂就是 leadership principle， 所以我拿了几个比较美国人看得懂的经验放在这边。如果你有类似值得特别强调的软实力，我会建议你也把它放在这一区。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work experience 整份履历的灵魂。前面有提过，美国市场的筛选机制都是走 ATS， 因此在描述经验的时候，尽量多用关键字。举个例子，我在台湾其实有3段实习经验跟1份正职经验，但是为了履历的适配度，我只放了相关的经验进来。当然我知道过去可能有很多丰功伟业全部都要拿掉，很可惜。但大实话是，除非那些经历出自于大公司、大外商有特别吸睛的 transferable skills， 或者像是非相关的主修、工作、社团证书，通通都应该拿掉，因为在 HR 的眼中，它其实就是稀释了你的专业。那以我为例，尽管我的3段工作经验完全跟数据相关，我在描述中特别强调了一些 transferable 的 skills， 比方说我用 Python， 我用 Tableau， 我用 Splunk 去进行数据处理还有建模，以及我有做一些 data pipelines、OLAP 资料库等等。那尽管和软体开发毫不相关，这可以深化我在创新思维还有问题解决的能力还有印象。那除了文字上的叙述，用数字去量化结果也非常的重要，特别是省下的时间、省下的金钱对企业营运的实际贡献，能尽量用数字就尽量用。至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从你原本的经验去生出一个有更多关键字的叙述，我建议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就要利用工具。你只需要去收集几个相关职缺的文字叙述，再加上一个精准的 prompt， 比方说 Based on the following job description, identify transferable skills from my past work experience
and rewrite them into bullet points using the language commonly seen in US SDA resumes. 这样你就能够快速生成一些符合 ATS 要求的 bullet point， 比如你原本的经验可能是在银行帮客户处理需求写 Excel 报表，经过 AI 的美化，像这里面的一些 automatic pipelin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都是 SDE 职缺常见的关键字，可以帮助你的履历更容易的通过筛选。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projects。时间回到8月，其实我当初做好了 project 就这2个，但是为了让 HR 有一个我有丰富经验的印象，我把 projects 改成 selected projects。描述 projects 有几个很重要的点一定要提到，包含说你使用的语言框架、技术、实现的功能、解决的问题、关键的亮点以及最后的结果。那对于转码生来说，如果其他的 section 你的关键字不够多，这边就是你发光发热的地方。一个 project 有到3个 bullet points，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刚刚有提嘛，在仅限的开学前，我只够做2个 projects，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2个。首先，个人网站只需要做前端，了不起加一个表单，我就可以让人家快速的看到那个成果。再来，我觉得个人网站是一个很好的履历延伸，因为通常履历就是写1页嘛，但是在网页上你可以呈现更多不同的关于你个人的一些角度的故事的叙述。第3点就是因为我刚进入美国这个市场，我谁都不认识，我认为做网站有帮助到我提升我的能见度，还有我在 SEO 关键字上面的排名。那另外一个 project 为什么做的是 full stack 而不是 backend 呢？老实讲是我觉得 backend 太卷了。以当时的我来说，我很清楚我没有办法在就是很 hardcore 的技术层面跟那些科技大佬硬碰硬。但是观察下来，我发现很多男生其实对于做前端做这些视觉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反而成为了我的机会点。虽然我做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电商网站，但是我刻意把它 mark 成 Amazon 的电商网站，在功能上是一模一样，前端的部分也是高度还原，并且我还加了几个 features 的优化，然后特意选了公司有在用的 tech stack。这样的设计其实就是在暗示面试官，首先我能够一个人做要好几个组才可以做出来的整合作品，再来我懂得从 customers 的 experience 出发去做使用者体验的优化，以及我即刻就可以上工，因为 tech stack 全部都对得上。那我在命名上面很直白写了 Amazon Clone 而不是一般的 e-commerce website， 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Amazon 这个名字大家广为人知，所以我放在上面 HR 一眼就知道我的 project 大概在写什么。那第2点是过关键字，很多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他们喜欢互相抢人，有的时候他看到说 Amazon 的员工可能有做相关的产品，他们是很乐意挖角的，所以用这个方式可以让我在提升关键字的能见度上面再加一点分。第3个原因就是为面试铺路，因为这个 project 的名字很直观，通常面试官都会掉入这个陷阱，他们会问我到底在这个 project 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优化，那我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提供一些细节还有我的思路。那如果你的时间充足，我会建议你写至少2到3个 full stack 的 project 放在你的履历上，并且用的是不同的 tech stack。第1个专案我会建议要和公司业务高度相关，这样子 HR 一眼就可以看到你的能力跟公司目前的需求中间的关联。第2个专案这边有几个思路可以提供给大家。第1个是技术层面挖得够深，它解决了某些痛点。第2个是它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比方说解决某些弱势生活族群的一些生活问题的 app， 或者是第3个方向，你可以往 hackathon 去写。HR 非常喜欢看到 hackathon 在你的履历里面，因为那个展现了你对于软体工程的热情。你知道，除了学校压力很大，你还有时间去比赛，甚至有得奖，这些他们都很喜欢看。总结来说，在 project 你要做到的不只是去堆砌一些名词，更要有策略的去选择、去命名、去描述。你的专案应该要同时做到3点：展示技术、呼应公司、凸显个人风格，这样子才可以在一堆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那在这边我很常看到的 project 包含说 to-do list、app、URL shorteners、distributed key value storage system， 这些不是不能写，但是太常见了。如果你要放，记得要做出差异化，比方说你加上独特的 features， 针对痛点去改善，或是你用更专业的 tech stack， 这才会让 HR 愿意多看你一眼。那如果大家想听更多的 project 相关分析，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再跟大家分享。嗨，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按赞、留言、订阅、分享，才不会错过更多的更新哦。那除了以上讲到的几点，我的履历还 follow 了一些大原则，是不管你在写哪一个产业、哪一个工作的职缺都应该要遵守的。首先，除非是 senior 的职位，履历长度最好不要超过1页。模板有很多可以自由选择，但就是简单然后有重点。我会放几个我觉得不错的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再来是名字的部分，我知道大部分台湾人写名字就是中间会有那个
干，我们会 follow 护照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在很多 ATS 系统，还有在美国人的脑回路里面，他们会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的名字是辉玉券，他们会以为我的名字是辉券，然后那个玉是我的 middle name， 所以在名字的选择上，我会像可能比较多人的写法是把中间的杠杠拿掉，辉玉2个字合在一起，或者是如果你不介意一定要有中文名字的话，你可以直接写英文名字，像是 Molly Chen。email 的部分我超常看到大家用公司或者是用学校信箱，但最好还是用个人信箱，因为你不知道那些组织他们的防火墙设定是什么，一些重要的信件会被挡掉。再来就是大部分的学校，比方 UPenn 毕业后的那个年的10月会直接把你的信箱注销，那你过去在这2年求职期间累积了一些人脉，累积了一些机会，都会随着信箱消失而不见。那再来是履历上面一定要留电话，美国 HR 超爱打电话。如果你在写履历的当下，你在台湾，其实你是可以透过网络上直接办一个美国的电信商服务，因为他们这边用的都是 eSIM， 然后你把你的 Wi-Fi calling 打开，漫游关掉，就可以直接接美国的电话，不用付额外的钱。再来是不需要放年龄、性别、种族、婚姻大头照，因为这都是一些敏感讯息。然后你住哪里，详细地址也不需要。如果你是学生，预计毕业时间不要写 present， 要写你真的要毕业的那个年跟月，才可以帮助 HR 更好的判断你的 timeline。那履历上的日期最好就是先写月，再写年，这样比较符合美国人的阅读习惯。接下来关于专案还有经验的呈现，第一点是要量化成就，尽量用数字呈现你的成果，无法量化也要想办法用直化的方式去描述你的影响力。再来是经验的排序，都是从最近的排到最远的，让 HR 一眼就可以看到你最近的能力。bullet point 的写法，每个 bullet point 都应该用动词开头，正在进行的用 VING， 已经完成的用 VED， 然后不需要加句号。我会放一个动词参考清单在连结，让大家可以参考。那接下来专业经验的描述，尽量要用 STAR 法则去写。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一样资讯栏。其他关于版面还有格式的建议，字体不要超过3种，大小通常就是10到12号字。每个 bullet point 的数量不要差太多，不要有个1点，有个3点，保持你版面的整齐，不要过度的装饰，不需要颜色，不需要线条。然后重要资讯可以用 pattern 或者是 Z pattern 去呈现，方便 HR 快速的用人眼扫描，以及档案在上传的时候最好就是用 PDF， 并且要注意你的档名命名专业。写完之后你应该要自己检查几次，注意你的标点符号、动词时态大小写，以及可以的话找不同的人帮你看看，不一定要同领域的人。我的做法是说去找学校职涯中心、3LinkedIn 找有经验的学长姐，还有跟系上学长姐讨论，听取有用的建议。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常见错误，是根据我帮大家看履历还有模拟面试的经验，我最常看到但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这些错误，我把它做了一个统整。第一个我很常见的错误是想要利用隐藏的白字作弊。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会为了通过 ATS 在履历的空白处打一堆关键字，然后把它变成白色，想说这样子人的肉眼不可见，但是还是能够过 ATS 履历关。我真的很不建议这么做，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道德上的问题嘛，你不是靠你的能力就是钻漏洞。第二点是进阶一点的 ATS 系统其实是可以辨识这样子的异常格式的，甚至有些系统会直接把你的那些关键字从白色转成红色，然后标记出来，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作弊。第二个很常见的错误就是连结不能点。那虽然 HR 也不见得会去点你的连结，但当你放上一个连结，拜托确保点进去不会是404。那第3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很多人在写相关经验的时候，只写他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就很像流水账。比较好的写法应该要注重在你的行动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那个结果有没有办法用数字做直接的量化。那如果没有数据，至少也要直化的描述。举例来说，与其写我负责开发资料仪表板，不如写说我开发了超过30个资料仪表板，帮助行销团队追踪了用户留存，最后让日均新用户数从双位数提升到3位数。然后最后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投递量不足，但是抱怨没面试。在美国找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number game， 即使我们做到履历完美，但也不会每家公司都给你面试的。有的时候这也不是你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他不 sponsor， 或者是你投的太晚，是时间的问题，跟你的能力没关系。所以说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投递数量，才有资格去抱怨你拿不到面试。那以前来求职市场的难度，我觉得有大概拿到3%的面试机会就已经很不错。
过了。所以记得要把找工作、投履历设为你每天的必做项目，就可能早上起来投几个，然后睡前想要滑 IG 的时候，把手机收起来，把 LinkedIn 拿出来，再多投几个公司，这样子去增加你的面试机会。那最后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写履历其实就是几个核心逻辑：提早准备，聚焦相关经验，用数据量化，用 STAR 法则说故事 ，Skills 要对位职缺 ，Projects 要展现差异化，敢于贷款和不忽略小细节。那我自己从没有 CS 背景到现在成为 AWS 的软体工程师，就是靠这些策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影片的最后，我想对正在求职或是正在转码的你说一声辛苦了，要继续相信自己，继续努力，你每一天的一点点进步都是在往那个目标迈进。那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来说很有帮助，你喜欢类似的内容，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或是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